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万象奇谈》，我是大象。最近一直在整理东南亚的案件，选取题材的时候，也尽量避开太过残忍和暴虐的变态案件。人性之恶是我不能承受之重。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这起案件，很早之前就进过我的选题库。在做完上期泰国妇产科医生的案件之后，打开选题库的时候，又看到了这起案件。如果说在马来西亚的恶性犯罪史上，哪个案件能够引起马来西亚全民伤痛记忆，那么这个案件具有足够的代表性。自1987年案发以来，直到35年后的今天，这个案件也是马来西亚人民最想知道真凶是谁的一宗案件，或许真的没有之一。打开搜索引擎，输入关键字洪美凤，推荐搜索词条里面，你会发现至今热词里面还有很多人关心洪美凤破案了吗？虽然之前有很多 UP 主已经推荐过这起案件，但今天我还是想和大家从另外一个视角一起观察这起发生在35年前的9岁女童被8名嫌犯先奸后杀的悲惨事件。点赞3连，马上开始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个男孩，他叫洪耀天，是今天案件被害人洪美凤的哥哥。美凤的父母一共孕育了6个子女，美凤在家中排行第2，洪耀天是他们的大哥。耀天在二妹美凤去世12年后，也就是1999年，也因为肝病过世，年仅22岁。洪耀天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也没能原谅自己。临走的那一刻，他直直地看着母亲。母亲杨玉清知道儿子是想说，如果当年不是他问母亲要了1块钱，带着妹妹去买9层蛋糕，如果不是他把妹妹一个人留在原地等自己，妹妹就不会被坏人带走，妹妹也不会遭遇不测。洪妈妈在2女儿离世12年后，再次经历了丧子之痛，一颗心沉入湖底，泪水决堤的不能自已。2009年，面对记者的采访，洪妈妈说，22年的悬案，希望不要变成一宗被人遗忘的案件，毕竟杀害女儿的8个变态人渣还没有落网。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，1987年4月12日早上8点30分，10岁的大哥洪耀天向母亲要了1块钱，带着年仅9岁的二妹洪美凤到附近的档口买9层蛋糕。因为就在一条街上，母亲杨玉清只是叮嘱了一句马路上要小心，就忙着自己手上的事情去了。美凤的父母在吉隆坡怡保路经营肉骨茶店，中间发现哥哥一个人回来上厕所，就问妹妹怎么没有回来呢？大哥耀天说，9层高的档口没有营业，他和妹妹就到附近的巴沙去了。我肚子不舒服，回来上厕所，他让妹妹留在原地不要走开，自己上完厕所马上去找他。二妹向来乖巧听话，母亲并没有在意，叮嘱哥哥上完厕所快回去找妹妹。10分钟后，耀天依原路返回了龙市敦拉萨路17楼祖屋处现场，与妹妹美凤会合。但哥哥耀天寻遍附近妹妹可能出现的地方，都不见妹妹的踪影。哥哥连忙跑回家中通知父母。父母问询哥哥具体情况以后，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虽然美凤只有9岁，但她向来很懂事听话，不是哥哥过去找，独自一人绝对不会乱跑。一家人开始分头寻找美凤的下落。大约3个小时以后，时年38岁的洪妈妈在妹妹最后出现的17楼祖屋处附近的一个空置没有上锁的3层房屋内找到了美凤，但现场的情况让洪妈妈当场晕厥了过去。父亲洪成富时年37岁，至今噩梦萦绕，他永远都难忘记自己乖巧的2女儿被发现时的场景。美凤被发现时，全身赤裸地躺在血泊之中，脖子被电线勒住，身上有着遭人百般凌辱的痕迹。最人神共愤的是，他下体还插着一根36寸长的木条，至少有18寸是从美凤的下体直插入体内，穿破内脏，直达心脏。木条上还有3根铁钉和1个铁片，伤口的血肉已经模糊。父亲洪成富立即把女儿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，但悲剧还是发生了。美凤伤势过重，为时已晚。医生证实，年仅9岁的美凤已经过世。翌日，经法医解剖，洪美凤死前遭凶徒强奸和击奸，
颈项、下体、胸部和其他部位留下了一些齿印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经过证实，留下齿印者超过8人，相信至少有8人对年幼的美凤施暴，再以变态方式将其弄死，人神共愤。美凤出殡时，父母一度想要让她穿红衣红裤入殓，让她可以寻找到杀害她的凶手，但是家人听从了老人的劝告，这样做只会让死者无法得到安息。最后，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，而改穿蓝衣入殓。根据警方调查以及搜获的证据，锁定凶手极可能是能操但米尔语的男子。最后，警方也逮捕了3名嫌犯协助调查，其中1人大致符合上述特征，另1名则是常光顾美凤父亲肉骨茶店的食客。由于美凤身上留有多个齿印，警方在牙医专家的协助下，以石膏模型印取嫌犯的齿印，从而确认抓捕嫌犯的牙齿是否与美凤身上留下的齿痕相同。遗憾的是，石膏模型上的齿印与嫌犯并不吻合，警方也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被捕的3名嫌犯与案件有关，最后只能将他们释放。受限于上世纪的刑侦科技手段，虽然警方悬赏1万令吉，但丧尽天良的凶手未有踪迹。此时，经《新民日报》等多家媒体报道后，全马人民愤怒不已。马来西亚全国人民为美凤命案发起纠察行动，纷纷举办义卖活动，筹募鸡胸的悬赏金，让赏金一度飙至2万令吉。一名老渔夫更愿意高价聘请巫师做法，为惨死的美凤鸡胸。就在全马人民为美凤案奔走，警局每天接到来访民众督促警方快速找出真凶之时，马来西亚的《明日日报》收到了一个神秘人写来的自爆信件。写信的人自称自己是杀死洪美凤的凶手，但信件的字迹很明显是故意写的歪歪斜斜，疑似用左手书写。信函的末端写有凶手草的字样。随后，新民日报又收到了2封类似的信件，信中凶手声声忏悔，并说警方当天在现场调查时，他也在现场。当时他曾想过要向警方自首，但他太害怕了。信中大意还说道：“我知道世人会诅咒我，不会原谅我，只要世人肯原谅我，我就会出来自首。我很痛苦，我不想再杀害其他的小朋友。”自称凶手者也声称，他和朋友当时是因为服用了毒品后，在不知不觉当中奸杀了美凤，而且他还声称，他们不止奸杀了美凤，还有数名无辜的小孩曾是他们发泄兽欲的牺牲品。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凶手还毫无廉耻地提出自首的条件，要当地华人社区给他30万令吉的安家费，因为他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儿，一旦他自首，家人和妻儿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。凶手在另一封信中动员人们，若不依照他的自首条件，当他毒瘾发作，他不敢保障同样的事情不会重演。他更要求社会人士发起1人1令吉运动，为他筹足30万安家费。但没有多久，这名所谓的凶手以英文信件匿名发给多家报馆，澄清之前的信件纯属虚构。因为此人不满当时某家报章3番4次的炒作洪美凤命案。案发5个月以后，警方也一度把悬赏金提高到2万令吉，加之全马民众为小美凤筹募的纠察资金，悬赏金高达4万令吉，但案件仍停滞不前。8名案犯消失在茫茫人海。这名自爆的凶手是否为真凶，还是恶作剧一场，至今仍然是个谜团。案发22年以后，马来西亚的传媒曾跟进采访过本案。美凤和家人原本居住的吉隆坡怡保路，父母在当地经营肉骨茶，一家人数年前已经搬到附近的店铺，目前仍在售卖肉骨茶，10年如一日。大部分的人都还记得洪美凤惨死的案件，只是苦无证据为美凤讨回公道，对大家来说是一件憾事。老街坊不敢慰问洪家家人，当年的老街坊都狠下心不去慰问美凤一家人，因为担心触碰他们的伤心事，让其家人更加伤心。老街坊陈金城说，当时接获美凤逝世消息以后无法入眠，想起都觉得很残忍。洪家大哥洪耀天时年22岁时，因为肝病逝世，洪妈妈悲痛欲绝。美凤的父亲洪福成每每想到女儿惨烈的死状，历历在目。洪福成说，虽然美凤含冤22年，但他没有怪过任何人，
毕竟警方、公众人士以及各方面都已尽力。至于原不原谅凶手，大马是个有法治的国家，就让法律做判断吧。当年为了揪出凶手，洪爸爸办了一场肉骨茶义卖会，筹款悬赏提供情报者，最后捉不到凶手，悬赏金都捐给了学校。他感谢以前协助过的报馆、社会人士、团体、警方和公众，很多人都替美凤惨死不值，非捉到凶手不可，而他只能说让法律来裁决吧。大马皇家警察科学鉴证组副主任尤占慧博士表示，洪美凤命案现场无法找到有力的证据，主要是当年的环境证据已经被很多好奇的人破坏了。命案现场是查案和破案的关键，闲杂公众最好是远离现场，以免破坏现场证据。心理犯罪学家骆建新以洪美凤被杀害的手法分析，可把凶手归类为变态心理和报复心理。他说，变态罪犯在行凶时是不管一切，把痛苦加在受害者的身上。凶手如果不是一种普通几率型的犯罪，那么他可能就是冲着小女孩而来的。根据大象查到的相关资料，9岁洪美凤被害案件至今仍然没有被破获。如果观看影片的朋友有最新的进展，可以评论处留言补充。写完这篇文案的时候，我坐在电脑前愣愣的待了半个多小时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徘徊：人性之恶到底可以恶劣到什么程度？这个案件直接崩碎了大象的三观，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。文案初稿完成的时候，大象分别在 B 站和 YT 做了2个调查，调查的样本较少，并不具有任何科学调查的依据，但通过参与调查的家人们的反馈，似乎与我们从小接受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育有些出入。综合2个调查结果，超过78%的家人选择了人性之恶需要防范。人性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面的综合体，从单一案件的绝对化结果，我们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，或者说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是否有绝对化的关联和对立，又或者说这原本就是一个无解的谜题。但面对此等悲剧，作为社会一员的我们一定要学会防范和预防，无论男女，无论大小，出门在外谨防落单，特别是幼年子女，父母更应该多加提防，平时要加强未成年子女的安全教育。虽然人性之恶在当今成熟的社会治安和刑侦科学面前已经无所遁形，但人性之恶其复杂多面的隐形特点之下，我们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亲人。如若我们把自己弄丢了，悲痛和遗憾将是我们最爱的人无法承受之痛。随时警惕，保证安全。以上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平安喜乐。